不是有2个吗？可是我们俩现在的关系就应该我一口啊，你一口。这种情侣的定义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莫白，在你心里，我们2个是真正的情侣吗？你把我当女朋友吗？我们不像真正的情侣吗？反正我觉得怪怪的。虽然我们已经很亲密了，可是我觉得跟以前没有什么区别啊。我们见面的时间又少，都没有单独去约会过。你觉得这正常吗？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有想过，但是我现在正在研究。研究？这是常识。你都研究些什么？研究情侣之间应该做什么，什么是爱情。莫白，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可是我觉得，爱情不是科学实践，而是要用心的去感受。那应该怎么感受？我们约会吧。逛街、吃饭还是看电影？我不管。你不是在研究吗？你肯定研究了一堆情侣约会该做什么事儿。那就这周6，我等你给我一个完美的约会。干嘛？我想请教，怎么和女生约会啊？真的假的？你这么高颜值的男神，不知道怎么追女生啊？你能帮忙吗？那没问题啊。我是谁啊？本人14岁就开始谈恋爱，经验丰富。14岁？对啊，现在18岁。你才18岁。哎，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这就是教你的第1大招。女生呢，最不愿意正视自己的年龄，看见阿姨呢喊姐姐，看见姐姐呢喊妹妹，看见妹妹呢喊宝宝，这就是人间正道。这么肉麻？哎呀，到时候你们热恋的时候还嫌宝宝不够肉麻呢。Honey，甜心，亲爱的，小甜甜。宝宝。哎，女生先点。如果他不知道点什么呢，你就问服务员有什么特别的推荐没有，然后呢，问问他能不能喝冰，做个暖男总没错，对吧？然后呢，餐厅的环境气氛特别的重要。如果你约会的对象是梦妍，她性格那么可爱，我觉得你带她去吃个路边摊，她也会很开心的。不行，我答应他要给他一次真正的约会，所以我要选最好的餐厅。等会儿啊，你看这家怎么样？我去过好多回，环境非常的好，重点是离河边很近。吃完饭之后呢，你们可以去散个步。那这家68楼的旋转餐厅，你可以带一束花，然后安排个小提琴什么的。不过呢，第1次约会，我不建议把所有的大招都用掉。吃完饭之后不用我教你了吧？需要。他要是冷的话呢，你就把你的外套脱下来，轻轻地披在他身上，然后呢，找一条长长的椅子。重点啊！最重要的是靠近一点。如果月色正好的话，他就会把头慢慢的靠在你的肩上。然后呢？
就趁机抓住他的手啊！这不用我教你吧？需要。抓住他的手，抓住他的手。我算是明白了，男神都是用来追的，从来不追女生，对不对？老实告诉我，你喜欢过女生吗？不会吧？今天要做腹腔镜微创手术，准备的怎么样？紧张吗？我还好。第一次做微创手术都会紧张，等你多做几台就不紧张了。我让你准备的腹腔镜微创手术的功课做的怎么样了？这种钥匙孔手术的方法的基本原理我已经烂熟于心。跟一道道长长的伤口相比，2、3个不到1厘米的小口，无论是减轻术中的疼痛，还是对于术后的恢复都大有益处。但是如何避免因在腹腔内冷光源造成视野狭小的问题，如何克服大出血，还有如何避免碰触到不必要的器官，都需要在实践中累积经验。看来你准备得很充分，一会儿要进行手术实际操作。手术期间，你会面临各种问题，到时候你会发现，理论知识仅仅是理论，对实际操作贡献不大。对了，将腹腔镜镜头插入腹腔内，并根据图像显示对病人的病情进行分析和判断的工作，就由你来做。我？你。气腹开口切割结束，人工气腹，放置腹腔镜观察。气腹受到干扰，干扰源光导纤维信号，智脑控制功能将受到影响。怎么会插入血管里？再来。你在想什么？出去，给我清醒清醒。你怎么回事？不是说做好准备了吗？我刚才让你做的只是手术中最基础的工作，你都出错，这么低级的错误还要我来指导你吗？你5年的医学知识都学哪儿去了？进。刚才是我的失误，我为我的错误道歉。那你说说为什么会判断失误？身体不舒服和一时紧张都是借口，我不想听。你怎么理解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治疗与被治疗的关系。从客观上讲，你说的没错。但你知不知道，患者在动手术之前，不仅是把治愈的希望和信任寄托在我们医生身上，交给我们的而是生命。你知不知道，一个小小的失误对于患者来说，也许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手术台不是其他，没有从来，每一次手术，我们都要付出所有的精力和能力。对不起，主任。我希望你能认真体会我说的话。之前总以为他不在乎我，所以他出差的时候，我那次就喝了很多酒，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儿。其实他还很爱我，我能感觉到。那你爱他吗？我也爱他。好好过日子吧。谢谢你。最近特别火的那个 No Care APP， 你也在上面吗？
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您吗？好，听说病情很麻烦，患者肿瘤的位置比较特殊，恰巧处于肺主动脉与左肺动脉的分支处，贴靠在动脉的外侧，但是没有完全包裹任何一根动脉。这个病人还有很严重的低血压，手术没8个小时，估计也得5个小时。下午会诊集合了好几个科室的医生。你们说这次手术徐主任会带谁呢？莫白，你想上吗？我先去图书馆查点资料，一会儿去开会。现在病人的情况你们都了解了，手术风险太大。我们这次会诊的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的降低风险，商量出一个最佳的治疗方案。我建议先进行1个疗程的放疗，如果肿瘤和血管分离，就有手术的可能；如果放疗效果不好，就采取保守疗法。这种手术方法太常规了。但是病人有严重的低血压，全麻术中氧饱和度下降，有缺氧会导致脑细胞损伤。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饮食调节来改善病人的低血压状况，同时给病人进行放疗。还有没有人反对？你说吧。以病人现在的状况，单纯的 CT 是不够的，最好建议做 MRI 治疗，这样可以更加准确地分析病人肿瘤和血管的关系。如果没有淋巴结肿大，最好的手术就是扩大范围性的肿瘤根治手术，连同血管和肿瘤所在的肺叶一起切除，同时可以建立血管，弥补心包。你的意思是，让这一屋子人都听你的吗？陈医生，你有意见吗？好消息，新任务来了。什么新任务啊？一个基金会的捐赠活动，和你心爱的林医生息息相关。主编安排的？点名让你去的。哎，我这样去合适吗？合适，特别合适。再不走就迟到了。那个地址发我手机上啊。哎，你等等我啊，梦妍。主任，刚才会议上那个提议很仓促，对不起。任何一个方案背后，都是对病人状况的决定性改变。我不允许任何不负责任的方案，更不允许任何未计算过风险的建议。听明白了吗？可是病人的胸腔和心包已经积液，再拖下去，即使肿瘤没有破裂，也会引起心包填塞造成的生命危险。你提出的手术方案风险太大了，你有没有考虑过可能出现的后果？如果因为手术而使病人出现生命危险，谁来承担这个责任？你承担得起吗？如果风险和治愈的机会并存的话，我觉得这个选择权应该交给病人本人。就按照我说的，暂时保守治疗，观察反应。今天有个慈善捐款仪式，你替我去，代表我们医院。下午不是还有手术吗？今天的手术就不用你跟了，你替我去参加那个活动就行了。带患者做个 MRI。徐主任同意吗？我会拿检查结果给他看。莫白，我知道你有权利给病人做 MRI， 我也知道你是为了病人好，但是如果违背徐主任的话，后果你想过吗？先给病人做检查，有什么后果我来承担。梦妍，我对你好吧？什么意思啊？巧可明啊，年轻，
有为多金，人见人爱。关键是人家这成就，梦妍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就看你的了。什么机会啊？我跟我们家林医生刚刚开始恋爱，你作为朋友，你可不能拆台啊，不能破坏我萌芽的爱情。采访，我说的是采访。薇薇上次不是被他拒了一回吗？据说他超级难搞的。你要是能约到这位乔老板的采访啊，那岂不是又一次震惊新闻网？顺便也能带我火一把。啊，不是，你以为我让你去勾引他呀？天哪，你这脑子里面哪来的这些不健康思想啊？你有资本吗？还想吃天鹅肉了？人家身边都是那些娇艳的模特，脖子以下全是腿，你呢？脖子以上就是腰的小短腿吧？差不多得了啊！说谁没资本，说谁癞蛤蟆呢？我只是对他的那个类型无感，要不然我分分钟拿下。吹，你今天要是能拿到他的专访的话，我服你。打赌吗？1个礼拜，你是大爷，我是奴才，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外加请你吃1个礼拜的饭。如果你能拿到这位专访的话，好啊，你等着。行。最近皮肤比较干，妆前敷一个小迷糊面膜吧，这样妆效比较好。林姐，你们要是没什么事，就先去休息吧。是那个小记者吗？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就知道我输给他了，是吗？你我只是合作伙伴，你没有输给任何人。可没你也不会赢啊！他心里面有另外一个人，一样不可以被替代。那又怎么样呢？人生之路这么漫长，没走到最后，谁知道最后结果呢？可没这么多年了，你明知道我对你的心意，可是你永远把我当成合作人，或是工作伙伴。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够好？你告诉我好吗？你哪里都好。没有心跳加速，没有增加肾上腺素。真是对不起啊！那他呢？
我一想到他，我就控制不住我的心跳。也许这就是最简单的解释了吧。可是可明，外面记者那样写我们，你也从来没有否定过。我不在乎那些，我一向不喜欢向别人解释。不相干的人说什么怎么看，跟我有什么关系？很抱歉让你失望了，海玲，你就像是一个完美切割的珠宝一样光彩照人。我了解你，关心你，我也欣赏你。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的。我只是不爱你而已。对不起，打扰了。没事儿。乔可明，林墨白，附属医院的医生。你好，你好。我想要我喜欢的人给我一个吻。林墨白。海玲。天哪！余悸啊！这哪家媒体啊，手速也太快了吧！你看这角度，肯定是偷拍啊！这手法抓的也太准了吧！你输了。啊？为什么？这种绯闻一出啊，当事人是根本不会再接受采访的啦。那可不一定。你好，请慢用。谢谢。林医生是孟言的朋友吧？嗯，我知道，你也是孟言的朋友。孟言眼光不错，林医生实在是令人过目难忘。谢谢。对不起，我不知道会这样。无所谓了，只不过你又要忙着应付各种采访了。现在让我们有请爱迪尔珠宝新锐设计师乔可明先生为我们带来稳钻系列新品，掌声有请。真没想到他的关注度比一些明星还高啊！唉，那个绯闻一出啊，我们拍什么都不重要了。那可不行，我们不能被一条八卦压死。吻，炽烈而又让人心跳的一个字眼。王子浪漫的一吻，唤起了沉睡的白雪公主。在多少经典的故事里面，它代表着甜蜜，代表着温馨，更代表着缠绵悱恻的爱情。
将炽烈的吻融入到钻戒当中，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电光火石呢？艾迪尔珠宝吻系列，开启吻的浪漫之旅。感谢乔可明先生与海玲。本次艾迪尔珠宝吻钻系列新品发布会还有一项重头戏，那就是艾迪尔珠宝将会与儿童慈善基金会联合，对本市的几家医院进行一个慈善捐赠仪式。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医院方代表林墨白先生以及儿童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周玉先生，掌声有请。请两位下台。你没事吧？你没事吧？谢谢。没事吧？没事。痛吗？活动一下。没什么感觉，没事。那应该没伤到骨头。不过呢，我建议你去医院拍个片子。谢谢。你这是救梦妍受的伤，回头啊得让梦妍好好谢谢。他们这儿只有冰块。他怎么样？要不要去医院？我建议他去医院拍个片子。不用了，没那么严重。哦。忘了给你介绍了，这是我男朋友林墨白。我已经知道了。对不起啊，因为我害你受伤了。对不起这3个字就太生分了吧？不如你请我吃顿饭吧。我不是欠你个专访吗？要不就今天吧。林医生也一起吧。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我呢一会儿还要回医院呢。哦，那晚点联系。好的。哎，那我也走了。你说啊？嘚瑟死你！哎，他们俩这样，你不介意啊？我应该介意吗？给。啊？我手疼，开不了车呀。我的技术你放心吗？你敢开，我就敢做。那好吧，走吧。走吧。海玲小姐，关于网上疯传的您和乔可明先生的亲密相拥视频，您有什么想说的吗？我们只是朋友，大家非要这么说，我也没有办法。那所以您和乔先生是什么关系呢？他发掘了我最美的一面，而我也点燃了他的设计灵感，所以，比起那些钻石珠宝，我应该是乔可明最完美无缺的设计作品。好的，太谢谢你了，海玲小姐。我警告你啊，你再这样没事看我，我会分心，很危险。今天谢谢你啊。谢谢、对不起这几个词能从咱俩的对话词典里都删除了吗？你累不累呀？早知道这么麻烦，我就不管你了。不是刚才那事儿，我跟我同事打了个赌，你让我赢了一局。
我吗？你就完全不担心林医生会吃醋吗？吃醋说明他在乎我呀。可是我怎么觉得他好像并没有吃醋啊？不吃醋说明他相信我。贾梦言，你就对他这么有信心吗？错，这叫自信。主任，患者已经做完 MRI 了，但 MRI 检查显示，患者的肺动脉干出现夹层，胸腔出现严重积液，已经做完胸腔穿刺了。你还是自作主张给病人做了检查。和你判断的一致。如果我现在再问你方案，你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来的吧？建议采用动脉瘤切除术，结合右心室流出道置换的方案。那病人的低血压怎么办？修改麻醉方案，术中加推甲肾上腺素进行升压，如果不行，进行大量输血。通知手术室和血库，马上准备手术。今天你来配合我，我们一起完成这台手术。主任，您不怪我自作主张了。今天的捐款仪式还顺利吧？一切顺利。那还愣着干嘛？还不赶紧去准备手术？是。我说随便，你就是这样随便的呀？你手行吗？我来吧。哎，怎么不说话呀？你是怕你说话牛排跑了，还是牛排熟了咱俩不熟了？味道怎么样？终于开口。你是记者，我是你的采访对象，所以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要认真考虑才能回答。而且我在专心做一件事的时候，一般不喜欢跟别人对话。如果知道受伤了能得到你的照顾，我应该早一点为你受伤。主动受伤那叫自残。味道怎么样？特别好吃，不老也不生，火候刚刚好。你跟林医生什么时候开始的？没多久。那你们认识多久了？也没多久啊。火候还不够的恋爱，味道如何？现在感觉不错。是你追的他吧？当然啦，可能你们会觉得我不够矜持，可是我愿意，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去表白一个喜欢自己的人叫追求，去追寻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叫奢求。不过奢求也没错，只不过会辛苦万分。莫白是喜欢我的。你确定这件事儿是在你追求他之前，还是在你追求他之后呢？我的爱情有3步境界：心照不宣、乐此不疲、至死不渝。在最初相识相见的时候，彼此的情谊心照不宣。在恋爱里，2个人不管在一起做什么事儿，甚至是可笑的事情，都乐此不疲。在之后，坚定信念，至死不渝。那他说过爱你吗？乔先生，今天是我对你提问，为什么你对我的私生活刨根问底呢？哦，那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说过爱你。看来所谓心照不宣，也是火候未到。
现在大概还是不明不白而已。为什么脸红？我没有。为什么结巴？你为什么紧张啊？我没有紧张，我警告你，我有男朋友，你不要再对我，不要再追求你是吗？其实我这也不算是追求，仅仅是一种奢求而已。怎么？难道你怕你会改变心意？会喜欢上我？哼，吃吧。担心会动摇的爱情啊，不是真正的爱情。蒋梦妍，你只是爱上了一个爱一个人的感觉，是被你自己给打动了。爱情和死亡一样，都是霸道任性，不留情面，没有任何理由的。那你今天跟海玲的视频，也是没有理由的吗？海玲本来也不是我的女朋友啊，那只是一个朋友之间相互安慰的拥抱。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不是一个喜欢向别人解释的人啊。我从来不向不相干的人解释，但是你不一样，我很在意你的感受。你有没有想过啊？通常这种视频能拍到的角度，都是提前准备好的，否则怎么能这么凑巧呢？所以你知道有人偷拍，可是你配合了。如果只是朋友，那么之前的绯闻你从来不澄清，一定不是为了你的品牌，而是为了维护海玲的形象和面子。可是没想到，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反而对她造成了更大的伤害。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看上去有点蠢吗？实际上，聪明的过分。我的智商一直都不太稳定。和聪明的女孩对话，有一种棋逢对手的快感。这个世界上好看的女孩多了，配得上棋逢对手的，十分难得。如果没有林墨白的话，你会考虑我吗？我不知道。我承认你很优秀，但是我第一眼看到的，让我心动的，就是林墨白。我不管别人怎么想，也不管道理应该是怎样的，我相信一见钟情。我说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你刚刚说的那种假设，我们只会是朋友，不会是恋人。谢谢你的坦诚，不过这也是我喜欢你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的专访要变成情感八卦新闻了吗？好啊，请开始你的提问。不过我觉得你的个人经历、设计理念，应该没有什么人会感兴趣吧？要不然，我们还是继续聊你的情史和爱情观吧。到底是你的读者想看呢，还是你想看？
手术怎么样？实行切除的时候，血压有点不稳定，加推了甲肾上腺素，就稳定了。我们都替你的了把汗啊！徐主任没说什么吗？在徐主任那儿，没有批评就是最好的表扬，你就知足吧。林茂白，来我办公室一趟。不会要批评了吧？不好说。这台手术很成功，不过我还是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坚持？奥地利一家医院有相同病例，那个病人和我们今天手术的病人病情十分相似，采用的也是同样的手术方案。那个病人比我们今天的病人还年轻几岁，他们一开始采取的也是保守治疗，但是最后还是出现了压迫血管的情况。奥地利的病人，我们刚接手不久就进行了会诊，你哪有时间调取资料？之前看过相关资料。这是我的一部分手术流程记录，你可以挑你感兴趣的看看。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和我讨论，不许复印，要全部记在脑子里。看完之后和我说一声，柜子里头还有，去吧。谢谢主任。莫白，找护士要一份我的手术安排表，你多跟几台手术，我相信你的水平。谢谢。什么呀？哇，徐主任的手术流程记录啊！是啊，他没有怪你假传圣旨啊？是我不对，但是都是为了救人，徐主任没跟我计较。那是你运气好，真要追究起来，恐怕就不能留在医院了。不仅救了人一命，还能开手术记录，因祸得福啊你！啊，你说徐主任这么高冷，肯给你看这个，够器重你的。哎，时间还早，我们出去庆祝一下吧。我不去了，我有点累了，你们去吧。哎，瞧瞧，啊，这高冷的样子，和徐主任简直一样一样的，亲师傅，亲徒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莫白不是说了让你去医院拍片子，你为什么不去啊？我每疼一次，你就会愧疚一下，这样很好。就算骨折了也没什么大不了。你是不是疯了呀？可是如果严重了，搞不好要截肢啊。那你岂不是这辈子都要对我负责了？哎，杨过断臂断的是左手还是右手来着？人家断臂之后也很帅啊。哎，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好，好好开车，看路。对不起，我不知不觉就开到我们家小区来了，我还是先送你吧。不用了，早点休息，我可以。你叫代驾？要我送你上楼吗？哦，不用不用，谢谢。你确定你没问题吗？要不我帮你叫个代驾再走？真不用，早点休息。晚安。骗子！充电完毕。
啊，醒了。你一夜没睡。嗯。哎，对了，昨天晚上你电量消耗异常，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可能是手术时间太久了，消耗太大。来，坐会儿。你这是在做什么呀？我准备研发一种高能便携的移动充电设备，这样的话你随时都可以充电，不会再出现在外边临时断电的这种尴尬。爸，谢谢你。我也替我的病人谢谢你。昨天我们的手术成功挽救了一个病情十分恶劣的患者。爸，是你研究的人工智能救了他的命。你真了不起。我知道了。要不做早餐去了啊？今天咱们吃煎蛋吧。好，我现在去做。你也很了不起。哎，大陆，你看，微微第一时间就做了海玲的专访。这样一来啊，这八卦新闻变成热点头条了，咱们那活动报道变成常规报道。哎，你昨天不是去采访乔可明了吗？他那儿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料？就算知道什么，我也不可能把人家隐私拿出来卖啊。那你跟他瞎聊什么呢？我们新闻网什么时候靠八卦博取关注了呀？你小点声儿。本来就是啊，视频爆料一出，他专访就跟上了，很明显这一系列动作都是安排好的呀。我觉得微微看起来挺清纯可爱、人畜无害的，她应该不是做这种事儿的人。不行，我要找主编聊聊。哎呦喂，至于吗？不就是一热点头条吗？这是职业底线。哎，主编，关于乔可明和海玲的绯闻，我想跟你聊聊。哦，你说微微那个专访啊，热度挺好，效果也不错。可是这种鬼鬼祟祟的偷拍新闻，怎么能变成热门头条呢？我们做新闻的一点道德底线都不讲了吗？明明是一个慈善活动，怎么就变成八卦新闻了呢？首先，我要纠正你一下，所谓的偷拍视频是指有人爆在了网上，然后全网都在转发引用。我们既不是首发，也不是独家。其次，只要有关注度的事件，我们就会去跟踪报道。至于后面发展成什么样子，那是由受众群体来决定的，我们也无权干涉。哎，主编，可是那个视频就是故意安排的，真实的关系和真实的情况不是那样的。你也采访了当事人，可是你只是按照常规报道了一次活动而已。孟言，我需要你明白，娱乐新闻从来不是我们这个平台的核心内容，但是大众普遍关注的热点，我们也不回避、不排斥。我们只是真实的传播，这才是我们的态度。哦，我知道了。还有事吗？那我先回去工作。微微，你这次的专访真是恰到好处啊！是啊，尤其是他那句“比起那些钻石和珠宝，我才是乔可明最完美无缺的设计作品”，估计这句又得成网红金句，大热一阵子了呢。不过，你是怎么在第一时间拿到海玲的访问呢？对呀，哎呀，我跟你们说也是凑巧，我之前不是做乔可明的专访没做成嘛，所以啊，就恰好约了海玲了。你这也太幸运了吧！我以为这爆料一出，海玲根本不会接受采访呢。真厉害！就是啊。哎，梦妍，我先去找梦妍了。梦妍，哎，梦妍，昨天你和大陆也在活动现场吧？我抢了你们的新闻，你不会介意吧？视频偷拍有可能会触犯法律，不管当事人是不是配合。什么意思啊？我怎么有点听不大懂啊？没什么意思啊，恭喜你拍了一个头条新闻，
谢谢啊。哦，对了，梦妍，我听说你跟乔老板也认识啊，可不可以介绍我认识一下他？我也想拍一下他的专访。乔可明的专访我会做，你还是继续采访海玲吧。点菜大法还记得吧？最关键的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做得不错啊。说什么呢？都聊一上午了，这么有共同语言。保密，莫白，别告诉他。嗯。我们吃点什么呢？毛球，莫白不吃内脏，我喜欢吃。那你自己点啊。莫白，来份辣子鸡怎么样？可以。林医生，住院部有急事找你。好，我马上过去。住院部找我。最近有没有听说点什么呀？什么呀？副院长升职名单啊？关于你的八卦。不会是我跟莫白的吧？作为朋友，我善意的提醒你一下，平时没事不要走得太近。人莫白毕竟是有女朋友的人。哎，我跟莫白呢就是有话聊，不像有些人整天就会问你想吃什么呀。毛雪啊，3份辣子鸡。林医生，忙完了，给你打包了点汤。之前做换瓣手术的病人，突然血栓栓塞，不过现在好了。你的那个准备好了吗？大概吧。加油啊！有任何的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给你支招。那明天我请你吃饭。我请你啊！你请我？啊！你帮了我一个大忙。哼！茶，来喝汤。我不喝了，我有点恶心，躺会儿。你生病了？没病。吃醋了。哎，你会保密，会帮我，会助攻的，对不对？有病啊你！哎呀，情绪不高啊！谁找你了？谁找我谁自己心里清楚。句句对啊！这是怎么了？这是？没怎么。这人啊都有秘密，就像你今儿跟莫白似的，背着我嘀嘀咕咕一天。我呢，原本以为咱仨是3人游一团，可是其中如果有2个人有了不能对第3个人说的秘密，那咱们这友谊是不是就算破碎了？哎，这话呢，听着好像有点道理，但是怎么闻起来一股醋味？呸！哎呀，想多了吧你，李小花。我给你提醒，人家莫白是有女朋友的人，你能不能注意点距离？虽说您这身上啊，女性特征不是特别明显，但你也毕竟是个女的呀。你回头再让梦妍误会了，多不合适，是不是？谁说我女性特征不明显了？谁说的？你回家洗澡的时候吧，多照照镜子就清楚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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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坏了呀？
坏了呀？啊，说话呢不能太损，要不然报应很快的。花姐，花花，怎么了？你能不能忘记刚才咱们俩的个人恩怨，深明大义吧？帮个忙呗。什么忙呀？帮我推下车，车坏了。不远啊，你推到医院门口就行，我叫一车送到修理厂去。哎呀，我毕竟是个女人，我怎么能推得动呢？你是一个特别懂事乖巧的女人啊，帮个忙，帮个忙。一顿饭啊？一顿饭，50块钱之内随便吃啊。来，把前面贴子。哎，反了，那边，好，哎，出来了，哎，好。怎么样还不走？陆总让我问一下你，你的研究项目进展如何？哦，遇到一点问题，不过我能解决的，估计需要推迟20个小时左右吧。还好，可控范围内。干嘛呢？啊，刚开会的时候看你走神来着。这什么东西啊？智能婚姻匹配计算程序。什么？什么运算？哦，来，你坐，这个可好玩了啊！这个呢是根据诺贝尔奖得主Boyd Shapley 和他的搭档 Gale， 总结的一个 Gale-Shapley algorithm， 他们的一个理论，又叫这个 stable matching 啊，这个理论呢延伸出来的一种理论。说复杂你也听不懂。其实简单的说呢，就是一种概率计算。首先进行性格测试然后把它们变成代码，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对于同一事情的不同反应，把它们呢，模拟出婚姻生活的一种状态，然后计算，如果成功的话，可以降低离婚率，而且可以降低破碎家庭的产生。具体的算法是这样的我们先举个例子比方说有10个单身男性和10个单身女性。嗨，等你这个程序运行之后我看降低的是结婚率。哎，你说的有道理如果在恋爱之前就进行程序计算，来决定是否进行恋爱，这不是更好吗？喂，不回来吃饭啦？行啊，恭喜你啊！不需要你多晚回来我都没问题。好。莫白吗？对，要跟朋友去吃饭。我女儿也是，年轻人自有他们的感情世界。我们家莫白不会的。老林，你不会是干涉儿子感情生活的顽固父亲吧？什么顽固父亲？反正我们家莫白是不会的。为什么呀？我是他爸，我了解他。我们家莫白是不会跟女孩子去谈恋爱的，明白了吗？哎呀，老林，感情是不分性别的，多包容什么意思乱七八糟的。